曾经有一个极大的赚钱机会放在金融大佬王岑的面前，他没有珍惜，直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投资圈内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他来一次机会，他会说：我要投。如果非得在这笔投资前加一个数字，他希望是1个亿。嗨，大家好，我是33，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闲聊。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利用人性来赚大钱的故事。在2016年，资本投资人王岑被要求用1个亿买泡泡玛特55%的股份，泡泡玛特的老板王宁答应了，王岑却在后来退缩了，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以下是他的忏悔视频。当初我就错过了这泡泡玛特，我记得我应该是7、8年前是一个叫创业中国的评委啊。泡泡玛特 CEO 这王宁上来就是跟我来路演，而且呢，我们4个嘉宾啊，因为我 PK 啊，最后他选择了我。我说结果我选王总，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跟王总对商业本质的理解会最接近。我是大概听懂了一半，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其实他以前是个传统的线下卖这些普通产品的一个连锁品牌，后来他拥抱了我们叫这2次元经济，在签了盲盒那个拐点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跟踪，这个后来香港上市千亿市值，而且他愿意我投很多，所以我觉得每天坚持学习，我认为这可能要成为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王岑为什么会错过这个赚钱机会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看懂泡泡玛特这门生意的真相，他需要学习，我们都需要学习。做生意，正常的生意你只会养家糊口，但一旦是触碰到人类大脑弱点的生意，你就会发家致富，富及3代，小孩沦落为富后代。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高度利用心理和金融赌博套路的生意，合法合规的发大财故事。别上火，今年买卖都难做，要饭的都不好要了，这也感觉自己少挣钱了。别说了，咱口外人嘛。大家都说现在经济不好，其实要看谁的经济不好。对于一家由河南大佬王宁经营买小公仔玩业的泡泡玛特来说，2025年是他的高光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家卖潮流公仔的上市公司，今年内股价涨了6倍。2020年，泡泡玛特在香港上市时，发行价是38.5港元一股。截止至2025年6月23日，它的股价为244港元，市值超过3500亿港元。瑞银预计泡泡玛特的目标价将会是329.2港元。2024年，泡泡玛特的营业收入高达130.4亿人民币，比2023年增长了106.9%。净利润达到了33.08亿元。什么生意这么赚钱？就是个卖潮流的公仔生意而已。竟然市值能超过很多拥有诸多物业的老牌香港地产商。创始人王宁在2024年10月就以每股71.98卖掉了2170万股公司股票，套现了15.62亿港元。代代平安。泡泡玛特联合创始人涂真，他是泡泡玛特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在泡泡玛特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被称为泡泡玛特的 IP 王、潮王幕后操盘手。涂真在2025年4月底和5月初分3次大手减持公司股票，将手上的泡泡玛特股票全部沽清，把沉甸甸的22亿港元平安送入口袋，实现了情感价值和财富价值双丰收。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2025年最牛生意之一的成功奥秘。你有没有在商场、便利店，甚至地铁的小店里看过一排排小盒子，上面写着盲盒2个字？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直到你付了钱，拆开了盒子，才知道自己抽到了哪个公仔。这就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盲盒玩法，而 Labubu 就是目前最火爆的盲盒明星之一。2010年，年仅23岁的王宁拿着自己不到30万的人民币积蓄，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开了第一家叫做泡泡玛特的小店。起初，泡泡玛特并不是卖盲盒，而是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小玩具、小饰品，类似潮流杂货店，门店生意一般。
品类复杂，利润薄弱。直到2015年，王宁注意到盲盒文化在日本和香港已小有市场，但在中国大陆尚未普及，于是就做出了一系列关键决策，签约潮流公仔的独家版权，确保产品的稀缺性和独占经营权。接着把原来售卖的几十种商品全部都砍掉，主攻盲盒。也就是你买了一个盒子，里面会有一只只有在泡泡玛特出卖的公仔，盒子会告诉你是哪一个系列的公仔，但具体是哪一款你不知道。利用这样的销售模式打造抽奖体验，将购买转化为充满期待的开盲盒仪式，让消费者在每次盲盒中获得兴奋感。一旦生意触碰到了人性的弱点，这个生意就会混得风生水起，盲盒销售模式大火，推动公司营业飙升。2017年，泡泡玛特首次引入了拉布布系列，另一个泡泡玛特独占经营的怪诞公仔。拉布布逐渐成为泡泡玛特最具吸引力的公仔之一。2019年，拉布布隐藏款单个在环流市场或二手市场就涨价了几十倍，成交价成千上万人民币一个，形成了极强的市场话题和炒卖动机，促进了更多人加入购买拉布布盲盒，期待能一招抽中稀缺的隐藏款，而扬名朋友圈，甚至是高价出售套现获利。2025年5月，英国伦敦泡泡玛特门店因为拉布布公仔盲盒的热销，引发了严重的抢购混乱，甚至发生了顾客之间的打斗事件，最终导致泡泡玛特宣布暂停在英国所有门店的拉布布销售。泡泡玛特的各种公仔都是名家设计，样子嘛还是各有特色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疯狂啊。还记得之前所回顾泡泡玛特发家致富史中提到，在创始人王宁经历了正常经营、利润微薄，甚至细算可能亏本的5年后，毅然砍掉了所有正常销售，改为推出盲盒销售，马上令生意开了挂，销售一路快速发展。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盲盒销售能有如此销售飙升的神奇效力呢？这就是一门生意触动了人性的弱点，触动了好赌的人性。泡泡玛特盲盒销售是巧妙利用了人性中天然的好赌心理。盲盒包装看不见内容，消费者不知道买的是具体哪一款公仔，这种不确定性激发抽奖的感觉，因为盲盒里面有机会存在稀缺隐藏款，一旦抽中了隐藏款，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二手市场溢价，增加了中奖后的现实收益感。这使得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大脑会不自觉地出现自我可能抽中隐藏款的高期望。这种不确定性的奖励机制是让人类上瘾性最强的一种奖励模式。赌场中的老虎机，还有坊间的刮刮彩票，资本市场上的炒股等等，全部基于这种机制，而且不确定本身就是兴奋的来源。泡泡玛特的盲盒就是把这种机制搬到了潮玩消费里，每次开盒前都有无比的期待。心理学研究显示，不确定奖励不仅是在获得奖励时产生快感，而且在期待的过程中同样会刺激多巴胺系统。每当开启盲盒之前，大脑就进入高度活跃状态，盲盒打开瞬间，答案马上揭晓，无需等待，这令大脑神经元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这种期待与开盒瞬间的神经兴奋形成强烈的条件反射记忆，使得消费者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购买。这对泡泡玛特公司来说被称为消费者开始入坑了。据统计，约 60% 的消费者会重复购买。拆盲盒后，一旦抽中隐藏款，消费者就会产生巨大的惊喜。就算没有抽中隐藏款或者自己需要的那一款时，就会进入经济行为学中的沉没成本效应。也就是说，玩家在没有抽中自己心仪款时，往往会有如下心理：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了，再抽几个说不定就中了。要是现在停手，那么前面投入的都白白浪费了。这种认知就是指人们往往因为前期投入而不愿意停止继续投入，而就是这种想法，很多消费者会抽盲盒成瘾。泡泡玛特公司通过不断的推出新产品、新系列，12个公仔一套、6个公仔一套等等，
都是限量版，而且每个系列都有一些不向外公布的隐藏版本。大部分产品的盲盒价格在59元人民币到99元人民币区间，购买门槛低，一旦抽中隐藏版本，将会在二手市场里翻几倍或几十倍的回报。这种类似抽奖的销售模式会不断刺激消费者购买。加上现在是一个年轻人活在别人认可下的网络世界，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开箱过程，互相展示和炫耀自己开盲盒的过程以及成果。盲盒开箱炫耀成为热门分享活动，现代人通过参与热门分享活动获得归属感，尤其是年轻一代生活在互联网社交生态中，盲盒成为了容易展示、容易获得认同的社交资本。当社交媒体上有人晒出了抽中隐藏款公仔的视频，会触动很多人的害怕错过机制，心想别人都抽中隐藏款，我也有机会抽中。谁谁谁已经晒了全套了，我的还差2个。现在二手市场在涨价，再不买以后更贵了。再加上一些名人看似无意的加持，比如韩国的 BLACKPINK 中的 Lisa 在自拍中出现了拉布布的限量版，英国著名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在分享照片中将拉布布挂在了浅蓝色的手提包上，并配上看似随意的文字 Happy buying me a Labubu。还有权志龙、林俊杰、欧阳娜娜等等，这些并非无缘无故的爱的宣传下，这些社交比较心理和从众心理效应驱动着现在集体拉布布盲盒购买的狂潮。收藏行为源自于远古人类对资源储备的本能，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收集积攒有用物品有助于生存。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古老的本能并没有消失，反而转移到了各种收藏活动上，邮票、卡牌、球鞋、手办公仔等等。而盲盒销售也抓住了人性的这个本能。泡泡玛特在设计产品时，通常都是推出一系列的产品，如拉布布的4季系列、旅行系列、节日特别版等等，通过发布全套目录、图鉴、官方展示全套产品，激发人们集齐的欲望。但是消费者只能通过购买盲盒的方式去凑齐某一个系列的公仔，商家会刻意减少部分款式的抽中概率，令凑齐一套相当不容易。当消费者缺少某一款式时，会产生强烈的缺失焦虑，促使消费者继续尝试购买更多的盲盒，希望能凑齐整个系列。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提出了稀缺性原则，物品越难获得，人们对其渴望越强烈。每个系列产品会有一些不公开让公众知道而且抽中率极低的隐藏款，例如拉布布热销的隐藏款往往抽中率极低，有时低至 1% 以下。正是因为难得，二手市场增值惊人，部分隐藏款价可达到原价的数十倍。盲盒玩家在面临极低概率的隐藏款时，大脑反而会放大对它的吸引力，产生要是不抽到就亏了的认知偏差。这正是稀缺性在潜意识中发挥的作用。当泡泡玛特进一步推出隐藏款与限定款时，稀缺性成为了利润的杠杆。一些限量版拉布布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可高达数千元，远超原价的10倍以上。投机者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机会，通过批量购买转卖稀有款，可以实现稳定赚利获钱。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中，拉布布二手价被标签化传播，如生日隐藏款3600元起步，圣诞限定一只难求等。这些言论不断地强化拉布布的稀缺和升值预期，进而吸引了更多不是真正喜欢公仔的玩家进入市场赌一把赚快钱。炒卖社交群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估值逻辑，甚至有玩家发布拉布布的价格曲线图、升期预期排行、升值预期排行、最佳入手时间表等准金融产品的分析报告，使得拉布布一步步从玩具锐变成一种低门槛的投资品。一批黄牛党涌入盲盒购买场所，甚至形成职业化分工，专门排队者、扫货者、海外代购、
转卖中介，借助微信群、闲鱼、小红书等渠道快速周转，这令普通真实的消费者在抢购难度中节节败退，无法在正常的销售途径中购买产品，就被迫进入了高溢价的二手市场，从而再次推高投机者的利润。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的为了喜欢而收集拉布布，而是基于投资回报做出购买决策。看透这个抓住人性弱点赚大钱的，还不止泡泡玛特，还有一家叫做卡游的公司。这家公司卖的只是人民币1元到2元的卡牌，主要消费者是小学生的玩具公司。卡游也以相同的盲盒销售套路，小小的卡牌面对着天真可爱的人类小花朵，2024年收入突破100亿人民币，净利润超过44亿元。面对小朋友的小卡牌盲盒生意，远超面对大朋友的大公仔盲盒生意的泡泡玛特。泡泡玛特在2024年也只是赚了33亿净利润。真正的经济学就是心理学，抓住了人性的特点、弱点和进化留下来的本能，特别设计专门的生意，一定会比普通仅仅满足生活的吃穿住行等实打实基本需求的生意更挣钱，而且是挣大钱。你看看澳门、拉斯维加斯的金光闪闪、纸醉金迷就知道了。好了，今天的财经闲聊就谈到这里。关注我，我带你一起了解赚钱后面的真正原因，让你看到事件的美好。我是33，我们下期再见。